嗨，大家，现在啊为大家选出了10月 YouTube 全网最好台，就是最值得观看的那些影片。那么这一次呢又有所改进啊，把详细的、简略的都放到一起，这样您可以自己选择，也能够纵览更多的影片。我们先看前3条。OK 啊，前3条啊，分别是排名第1、第12和第20的影片。有趣的是，他们都是同一位博主叫 Ben Fishman 带来的，他讲的都是外国人，其实是西方人，他们在大马的一些评价，比如说外国人到了大马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外国人为什么要离开大马，以及很神秘的大马他们会不会体会到 racism种族主义啊，我们大概来看一下这些影片啊。Well, I like it, but I find it very different from Thailand, where I live. People are not as friendly, maybe because their English is not as great. I just arrived this morning, and Honestly, I like it. 再看一条。 Choose to come to Malaysia. Hey, gotta be honest. We our jobs to come here to this Job, trip. your Yeah. job. Yeah. Are you all quit? Yeah. Wow. They're just very welcoming, so I really do love the people. And they, if I say Salam Alaikum, they shot and look, wow. So it's nice. Have you had a good experience here? Good day, folks. I'm OK， 那我们大概看了一下这影片的风格啊，王台你可以猜一下他会得到哪些结果，别人会怎样来讲他们对马来西亚的第一印象啊，为什么要离开啊，会讲些什么呢？从你刚刚放到我的片段，我感到了一种深深的怎么说呢，幸福感，就是我们懂华语，可能我们打开了另一扇 Malaysian hospitality 体验的这个门，好像这一些外国人都语带保留。其实就是说他们对马来西亚的了解可能没有我们深嘛，不过呢我倒是发现啊，中国人过来，尤其是我们2个和他们提到的马来西亚的优点啊几乎都是相同的，而且对这3支影片都提到了人很友好，多元文化、美食、自然景观，对他们很稀奇的是什么？一个就是他们可以体验真正的多元文化和这里有热带气候，这倒是在中国人群体很少提到。还有一点也是我们很少提到的，就是他们觉得吉隆坡的现代化、交通的发达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尤其是有一支啊讲就是外国人为什么要来马来西亚，那么就是这些生活了一段时间的西方人啊，我这里指的外国人，他们又特别多提到了一点，就是说生活成本比较低，这个也是生活以后就会有感受的嘛。比较好玩的，我想是这个博主他第3支爆火的视频，就是讲种族主义的。OK 那么这些西方人很坦诚的意见，他会不会讲大马会不会有呢？有多少种族主义呢？他确实有提到说这里多元包容比较好的能够应对文化差异，而且呢本来这种社会的多样性对减少歧视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他们也提到了4条。怎么说第一个就是对国籍的固定看法，他说马来西亚人会根据他们的外貌或者是口音，很喜欢去猜他们是来自什么国家的，来判断他的文化背景这是种族主义的一种体现？我想不是吧，但是说可能就是 slightly 让他们觉得一点点文化冲击吧，我们只能这样讲，有可能他用了一个大词，或者他问了 racism， 但别人是回答了这一些。第二呢，就是他说是经济水平的偏见，反而是指他说马来西亚人认为外国人普遍生活很富裕，因此呢对他们会收取更高的价格，像一些酒店啊，一些高档的消费场所啊，这些西方人常常会贴上很有钱的这个 tag， 然后呢对他们的收费会高一点。明白。我觉得我们还是用偏见可能是更合适哈。这个是商号，我觉得就是一种歧视了。是一种是吧？第3条他说文化和生活习惯的误解，这里面主要讲部分马来西亚人对外国人的穿着、饮食、社交习惯有一些固定看法，可能就是说外国人喜欢这个穿着比较随意，和朋友之间的太过亲密，但我知道很多事情你在大马街头这样做有可能是违法的，或者跟他们的传统习俗是差距非常大的。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另外倒是很好玩，有些西方人我就发现很多了，有很多西方人生活在大马时间长，他们的马来语都很好嘞，就不像我们中国人不太爱学习，但他们会假定他们是不懂马来语的，在这边说，其实他们已经很好的掌握马来语，可以听得懂。
所以谈到这一些，所以这个蛮有意思啊。你看这4点评价，你会发现说这些西方人啊，就是你看他采访的大部分都是那个高鼻子蓝眼睛的西方人，他们对马来西亚的一些诉求，如果总结一下这4个，我就是 live like local， 所以他们是感觉这几点上面被人能够他们可以 stand out as foreigner， 就被人家认出来，所以他们的某一些权利，比如说被 offer 同样的跟本地人的价格受到了这个影响嘛，感觉他们的这个世界观跟我们就真的不一样。对的，他们可能我觉得也观察的会更加细致点，对平等的要求比我们更高，他们的融入度要求比我们更高。对，但有意思的是，我们会看到他们跟我们共同感受到人的友好啊、美食啊、多元文化啊，跟我们看到不一样的，像气候啊、交通啊这些印象，这个很有价值。那这个博主做的也非常好，做了大概将近200支视频，然后很多爆火的都是在 Asia 暴走。所以来了马来西亚，这些被采访的人都是马吹吗？不可能，对不对？大家都是个新生我们都是天然的。OK， 那么再看下一个。Indonesia sempat diramaikan dan sudah disebut oleh Malaysia, tetapi sekarang hal itu bahkan media Malaysia terkejut melihat Presiden Prabowo menggunakan mobil buatan anak bangsa untuk kendaraan resmi presiden seperti di Malaysia dan negara-negara Asia Tenggara lainnya. 这是他们的总统。 menggunakan merek luar untuk 上面写着印度尼西亚还是马来西亚？这是印度尼西亚的，我再给你看一下。 Karena mereka sadar bahwa potensi besar negara Indonesia. 我们其实简单的来看了一下这个视频，王太你应该也会有些印象，看到一个制作感觉还是有一点点粗糙的肌肉的车，然后有总统，有军用的坦克，对吧？然后你也很敏感的发现了是印尼。你知道这些视频要讲一些什么吗？印尼不是最近迁都了吗？是吗？对对，我们上次这个有讲到的。对，这里其实我把2条视频放到一起，因为在前100的我总结出来的视频里面有2条都讲到了类似的事情，就在这里叫我也不懂什么意思 Eject Indonesia 那它都是讲到了同一家公司叫宾达这个公司 PINDAD， 它是由1808年的时候荷兰殖民地政府的时候，就是在印尼建的一个军需的工厂，然后呢多次改组以后83年的时候正式成为印尼的军用公司。那它跟大马是什么关系呢？是印尼这家国有的公司造出了自己的这个叫总统座驾，就是这辆车叫 Binda Guardian Limousine 那这一家公司造出来的总统座驾呢，让大马人对它很好奇。大马人会表示说，哎呀，你看印尼有本土的自豪有了自己的车，国家的形象，他们的制造业呢自主性和进步都很大。因为大马媒体会对比自己的2个品牌是吧Brodong 和 Brodua， 就是造 MyB 的那他们呢到现在还是大量的依赖外国的技术当时很早就起来了，但是呢还是没有把这个造起来，并且对印尼积极的推动国防和高技术的制造他们都很有感。主要是在讲这些。那么印尼又是大马的邻国嘛他们其实60年代的时候有马印的一些对抗，尤其这家公司呢它有很多军方的这个背景它的装备的现代化，对印尼本身对国防的投入的预算又是逐年的在增加，参加了东南亚和国际的各种各样的联合军事演习。主要呢大家是觉得印尼很有望变成全球第4大经济体。所以这个邻居这个邻居好像觉醒在快速的发展，使得大马就开始去反思自己的一个制造业，又要去看这个人口大国他们的发展，大马可以学到一些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些视频如果关注一下会是比较有意义的。这个我们大概看了一下，这是我要推荐的下面一条，这个频道叫 Relax Sendai， 它呢就是有很高的播粉比，这一条有将近1个半小时的，是他们放出的一种叫 Telefilm， 就是在电视上放出的电影，叫电视电影这种形式。这部影片反正挺爆火的，它的名字叫 Hijab Bandosa， 讲的叫其实翻成华文的话叫有罪的头巾。就是讲的这个少女小的时候因为母亲去世了，她对父亲产生了一种积怨，为了能够吃饱肚子去偷了一些面包，讲她对宗教对自己道德内心的挣扎以及自我救赎的这种话题。是这样的一个电影，反正有兴趣想对这个有族的
这个故事这样的一个电视剧，有兴趣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去看一下。凌晨好了，现在早上2:46，我们打算过这样的夜上去找人。现在我们是从待了2-3分钟，我就又要去机场了，我要去接 Danny 他们了。回去我要绕一条路回去，换一条路。这位你认识吧John。对啊，他环球世界啊，旅行了40天，也途经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刚才也说，那他又回到了泰国清迈，最近不是清迈发大水吗？所以这支影片也挺爆火的啊，大概有将近30万的播放。他主要是说他全球旅行回来以后，回到这个家里，发现后院啊都积满了水，很多物品都损坏了，清理的工作量蛮大的。当然中间也推广了一下他在做的这个 eSIM， 对他全球旅行是很方便的，因为他的那个 SIM 卡只要连接一下，注册扫描一下，不用买实体卡就可以在全球各地使用。哇，他家的房子好漂亮是吧？在泰国很大的一个房，好看啊。Oh my god！ 7月15日，马来西亚吉隆坡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暴雨袭击，这场持续了数小时的大雨最终导致了安邦美拉马蒂花园区的一场山体滑坡灾难。好，这一条视频叫地球内外科普频道带来的一条播放量将近有16万，有 3.5 倍的播粉比的一条视频，主要是讲马来西亚发生严重的山体滑坡，而且就是在这个吉隆坡，这里就是安邦那里。而且10月15号那天下大雨，好像我们也在送货，就是有顾客还提醒我们要很注意市区，就那一天。那天发生了很严重的这个山体滑坡，导致一些车辆啊受损，道路啊也受损，很多房屋都还进行了紧急撤离，很多地方的输水其实不如市区市中心做的特别好的这个一些地方的输水，你会看到积水啊特别的严重啊，他们形容说场面就犹如战场，灾后的景象是挺令人心碎的。对我们来讲，外国人的话，可能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大家平时买车的话要买那个淹水险，对吗？是的，不然的话，车遭殃的话，这个损失可是非常惨重。还有就是我们的网友也一直提醒我们，最近就是要少去一些这个有山的这些旅游景点，因为在路边万一大雨发生泥石流现象的话，也是非常危险嘛。很多朋友都说，在这种季节上面，他们就不会去山里面游这点讲得非常好啊，因为比起住家的话，如果山里发生危险的话，那是很巨大的危险。还是要非常注意，而且马上已经11月了，马来西亚的雨季快要到了，季风要交替之后就会雨水会变多，还是要注意啊。当然有些人开玩笑说普众不要去，巴生不要去，说那里比较容易淹水。已经1个月了，终于扛不住，今天去了一次医院。那因为我的右耳的话，在国内就曾经有发过中耳炎，那断断续续的感觉好像1580马币，对吧？还是感觉比想象中是要贵一些的。这位应该是你有关注的一个博主小乔 AI 世界，这个标题叫完全不同的马来西亚就医体验，但是拿到账单吓了一跳，还有7点几倍的播粉比达到了12万的播放。主要呢是说他的中耳炎又犯了，去了什么 Gleneagles 英格，其实比我想象的要贵贵得多了。我刚刚看到那个没有，他看那个账单嘛，我就比较最近一次我们去马六甲，你去看心脏那个 consultation fee hourly rate， 我们是180马币1小时，这位博主显示的是235，真的是贵好多。还要额外加什么110啊、45啊，这是医生的部分。然后他那个检查大概花了又是500-600，总共花了看中耳炎的检查加上咨询要花了1500多马币。OK， 我想他可能其实中耳炎不算是特别大的疾病，可能下一次可以考虑去诊所。我很多下面的观众啊，还有我自己也是这样想的，跑一个诊所可能会更快更好，然后拿到一个非常及时的初步的一个建议。他会告诉你3天没有康复的话，然后再来的话，我会推荐你去大医院。是的，但他呢在这个视频中，相当于带大家在医院走了一圈，如何挂号，如何很多人因为都是预约了去的，所以那个护士呢帮他一个一个相应的专家去询问能不能插一个号进去，把他给挂进去非常贴心啊。对，他也表达了整个态度很好。中午问他说你有没有吃饭啊，然后带他过去啊，
挂号流程、看病的流程是怎样的。那我想新到大马对大马的医疗服务、就医体验还不清楚的话，可以看看。当然最近很多博主都在说马来西亚的就医体验，我们也做过很多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真的很不一样啊。我们要来聊一位马来西亚的人才，没有错，在2016年，随着我们 1MDB 一马公司高达26亿的贪污丑闻公之于众之后呢，我们的首相纳吉在经历了几年的审判。好，看到这个应该就很清楚了 ，BBK 的嘛，有将近20万的播放，就是讲刘特佐的。这个案件啊，两个不是还当时来马来西亚之后，专门去戏院里面看了一个讲 1MDB 的电影嘛？是电影，对，对，那个印象也很深刻。但最近这个案件又有些进展，所以他们又来做这个主题。刘特佐被称为大马第一骗，这个第二骗呢叫张玉发，他们 BBK 也做过一个节目，当然那个数据引用不太对啊，他不可能骗了5000亿人民币这么多啊。我去搜了一下，这个数据也是以讹传讹。大家呢就说。很多人对刘特佐在大马这个所谓人才啊，他们都说，哎呀，马来西亚是个神奇的国家。你不说大马人爱自嘲吗？他们说自己，你看我们出了很多人才，连诈骗界都出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人才。当然，大家对贪污是很反感，所以与其了解这个案件呢，我就在想，不如我把下面265条评论讲了什么，帮大家总结一下。这个第一个呢，是大家对刘特佐的评价，当然是表达愤怒，说他是一个窃国大盗。认为他的行为对人民和国家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害。还有一些大马人，我觉得也是很善良，就是说他有才华，但那才华没有用在正道，这样讲的哦。其实我觉得可以看出大家还是非常客观公正。第二呢，对纳吉政府的一些反思，对当时的贪污腐败导致国家负债累累啊，这个会提出一些质疑。当然也有些人很怀念纳吉政府那个时候执政。第三呢，对马来西亚政治的担心，大家会担心这种政治环境其实比较难改变，还会出现贪污的事情，提醒政府要加强监管。再来，他对刘特佐下佐会有各种各样的猜测，有人说他藏身在中国、缅甸，甚至于认为他已经不在，有各种各样的猜测。最后呢，对媒体报道的建议，有观众呢还要建议再制作一些其他的什么黑心猪肉啊，制作更多的其他一些主题呢，显然 BBK 的这些历史人文的主题是非常好的。我觉得我看完当时看过 1MDB 那个影片当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结尾的时候，镜头全部都是拉到了普渡，也就是半山邦那些非常非常穷困潦倒的底层人民的这个生活。然后它里面那个，我记得他配的那一段就是说，就 1MDB 涉及的这样一些这个资金啊，其实是把这些底层的人民的生活又往后面又等于是开倒车推进了几年，都这么多的钱就这样不明不白没有了，并且你看它整个结构里面，它牵涉了很多 celebrity， 有华尔街之狼那部电影，当时是有马来西亚的政府因为受一些其中的人员牵涉在之内，他把这部电影都是推给马来西亚的中小学生去包场观看的，所以你会发现说，对，你会发现说，这个对马来西亚国家的这个伤害，整个人民的伤害是巨大的，不能想象。对，说难听点，贪污这么多钱，其实很伤国运了，然后那么影响这么多人民的生活，对吧？国家的发展。所以你看，包括看完这个电影，我对莱昂纳多还有这个那个哪个影星了？对，还有其实刘特佐后来好像跟那个中国台湾一个歌星也有萧亚轩，对，有提到。我对他们，我从此 blacklist。哇，你是个非常有道德、有正义感的。谢谢你 ，Lady， 中国 Lady 啊，谢谢你啊，为大马人民发声。没有，开玩笑。OK， 那么这些都是中等的，最后呢来一些简略的、快的，后面排名在后面的一些呢，基本上有很多都是中国博主的，我们就这个让大家来看一下，也欢迎你随时打断点评，好吧 ？OK。排名40呢是这一位，我从来没有关注过他，叫吉先生的日本旅居生活，但他呢是讲去到美食圣城啊，可能就是怡保吧，各种各样的体会到了大马美食。有不少最近博主啊去怡保，然后拍怡保的美食。我今天记得 Wilson 还问了他说，怡保有美食吗？有。你怎么说来着的？我觉得怡保它真的是一个往日荣光的这样一个城市吧，一个legendary 的一个存在。
你以前说过，马来西亚第一部汽车的这个牌照就是诞生于怡保 A 开头的，也是 A 开头的嘛。所以怡保在这边你能够感受到，它当年的那个荣光遗留下来的遗产，就是它那么多的美食，还有那么多对美食特别热衷、特别挑剔的怡保人。对，但我发现怡保的美食，你要慢慢去挖，慢慢去发现。不是说摊在台面上装修的特别好的这个地方，就一定就是有美食。这个我觉得大家还是自己去找吧。第二条呢是小曹的，说小曹大师，他讲的就是说他那天去看了那个安邦九皇爷的庆典，我觉得大家对九皇爷的庆典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因为在安邦这个九皇爷庙每年好像都会有的是吧？那天还这个淋着大雨啊，非常不容易。九皇爷一出，好像每年都有大雨啊。再来麻辣食堂呢，去看了一个吉隆坡卫星城320万的 penthouse。在这个叫吉隆坡，其实不是吉隆坡卫星城，在 PJ 那里的 PJ 的一个地方叫卫星城啊，带大家看了一下。是 Damansara Satellite City。不懂是那个 Satellite City， 就那个但我觉得他一定不会去买了。大家问大家说会不会去交定金？很好的呢，就是那个整个社区什么样，房型怎样？大家如果对看房感兴趣，可以去看看。你看到这些就知道，看房是这个马来西亚 YouTube 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主题。大家如果喜欢，就去像带一个 tour 一样的看一下。其实蛮有趣的，这个价位的房子，这个面积的房子，可能在中国来说的话，都是属于比较，怎么说呢，是 dream house 的这样的类型，而且这个房子的总价也是适合在这边第二家园要落户的外国人可以置办的这个价位，所以我也想去看一看。你也想去看？320万，我们也去看看。在国内那些视频网站上面点击很高的。好的，那我们也去看看。我们就去找中介。好OK， 好的。接下来是一些速览，我就不让大家看具体的内容和报数据了，但是大家看完之后就会知道谁又发生了什么。我觉得这个也很有趣，就是 Nomad Life 又去探访了满家乐，那边有一个堪称为叫马来西亚的贝弗利山庄那个房产。这个我们有朋友看了这一集，然后包括他们也是住在满家乐，跟我们讲说这个满家就是这个公寓好像离所有知名的国际学校都步行比较远所以其实我们住在那边的朋友不推荐这个房产，深指千里是我们朋友我们不敢我们不知道OK， 刘德华霸气回归。好了，那天我也是赶上了那个交通拥堵嘛，刘天王吉隆坡演唱会这个点燃了很多6万多的观众看了某一条视频再有一个豪气的婚礼现场，是一个叫 Airfans View 参加了 DMI 的婚礼。我不太懂大家对这种有族的豪气婚礼要感兴趣，那就看一看，因为这些我都没有看我们给大家播报一下，做了一些总结。还有马来西亚有一个新的拳王叫 Cello SZXZ，带来马来拳击手的惊人一拳击破了这个记录就是大家说终于有人能够撑起东南亚的拳坛。如果对体育运动对拳击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上回我们一直有提到过的一个西方的很大的博主 Mark Williams 又去了槟城探访美食说自己差点吃撑。那槟城自然是美食之都好，又有豪宅开箱了。这一回呢是博主夫妻肺片探访了一个2500尺的豪宅但是他们好像是自己买房。大家有兴趣也去看一看，看看他们这个开出来的这个房型是什么样的一个 Astro 本地圈这个媒体呢在问说外国人都在抢购大马房产，尤其是很多中国人过来买，房价会不会被炒上去？有点危言耸听我不知道它的样本是有多大。这个抢购是怎么个抢？是同期吗？去年同期比还是什么历年同期比？我真的我这个看了，我觉得它有点危言耸听，没有看到什么数据。没有数据，确实，我想说这句话，没有数据，结论存疑。但是呢，问了一下专家，他觉得中间的推理还有讲到的某些事实还是可以，所以我觉得大家还可以了解一下吧。OK， 这个博主叫 Kiki M May， 就是又是去逛怡保的夜市，吃了各种各样的本地小吃。再来一条时政新闻
安华怒怼西方啊，还是这个 Zetio 的频道说安华伊布拉辛在国际场合上激烈发言这个我要看一下，这个我要看一下，知道怎么怼安华最近好像老是怼西方啊，还派出他的外交部长在联合国这个也发言。这个国际形势啊，是不是有些微妙的变化，是吧？所谓什么南方国家是不是有点变化了呀？怎么回事啊？这个大家去了解一下。好，马来西亚神秘盒子有个博主他买了一个马来西亚神秘的礼盒送给妹妹，结果呢全程惊喜连连。最后一条又是向带来的，他呢不是去全球旅行了吗？这个话题挺好，我们以后也可以比较一下。他呢去评价和比较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肉骨茶。来，美食专家，我们没有看视频啊，但是你能不能点评一下？你都吃过吗？我都吃过啊。我觉得新加坡的肉骨茶，就像我们观众忘了是哪一位观众所说的，我觉得真的就是白胡椒排骨汤，实在是太清汤寡水了啊！你是觉得白胡椒蒜味肋排汤，只能这样说。整个汤色跟马来西亚不一样，而且关键没有吃到干肉骨茶。我觉得在肉骨茶方面，马来西亚是在我心中。新加坡是没有干肉骨茶，没有吃到松发肉骨茶没有吃到。我吃过好几家，大概有5-6家吧，都没有。OK， 那马来西亚的肉骨茶我吃下来呢，就说它的这种药材味是使得它的滋味是很丰富的。我喜欢干肉骨茶那种辣椒的，然后海鲜的香气可以真的是拌饭吃，太好吃了。对，而且上回我们和一个做肉骨茶的朋友进行交流，才发现它里面每一个料选品要好，最终保持这个肉的嫩。它的出品都要每样东西都很好的话，还是挺不容易的。对，比如说干肉骨茶里面重要的一个是秋葵，因为秋葵这个黏黏的酱汁使得这个肉骨茶就特别的漂亮，特别的黏腻。是的 ，OK。那么这个就是10月的最好台啊，带给大家。如果你有什么意见、comment 或好的推荐的话，也告诉我们。我要去看安华那条。好，拜拜。你喜欢看哪条？告诉我们啊，拜拜。